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到的是柬埔寨沦为犯罪的黑洞，有一位男大生遭遇了酷刑虐死哦。尤其另外要看到，今天在泰国则是出现了满地的护照，谁是幕后的黑手？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尤其现在最近传出的这个骇人听闻的社会新闻，曾经被誉为是法国避暑天堂的柬埔寨，现在非常的危险，沦为犯罪魔窟。其中一个实例就是22岁的男大生被学长他骗到了柬埔寨。遭到虐待之后惨死，另外一头则是在画面上我们看到，在泰柬的边境哦，传出了这个惊悚的画面。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上都是满地的护照，而这一张张被丢弃的护照散落在垃圾桶的旁边哦。我们看到这画面上哦，恐怕全部都是受害者。专家现在说了，为什么柬埔寨跟泰国这么的危险，就是因为在附近的国家其实都在扫这个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等，大家反而跑到了柬埔寨去避风头。上志哥怎么看？最近我觉得值得关注跟诈骗有关的部分，就9月底9月29号的中国大陆宣判一个缅北的先前就是中国跟缅甸一起在查的诈骗集团。有史以来最大的案子宣判了哈，他就明珍珍集团就是个女生姓名的，他们整个家族在这个园区做宣判，这里头是这样子，大概有39人被判刑，11个人被判死刑。那这是一个历来所谓中国涉及到在查诈骗当中最严重的宣判，而且未来都觉得这是一个指标的标准。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大陆或者在讲在过去的诈骗是从柬埔寨开始的，后来其实在泰国。然后泰国当中，后来尤其是在泰缅边界，后来集中在缅甸，所以中国其实最早就是在对付诈骗，就是柬埔寨，所以都觉得，怎么现在柬埔寨又回来了呢？没有错，柬埔寨过去在诈骗是中国做一个大的巢穴，在中国大陆政府强力介入，跟柬埔寨政府一起在打，最后清干净了，最后才移到缅甸去。好，你以为柬埔寨没有诈骗吗？没有，只不过就是中国在柬埔寨的诈骗没了。所以在取而代之是在柬埔寨诈骗，就是日本、韩国、印尼，包括台湾这方面的诈骗，依然在柬埔寨当中还是有很多的巢穴跟据点，继续的诈骗。所以特别是日本、韩国非常非常严重。那只不过，但是日本、韩国政府或台湾、印尼政府就没有中国大陆这么样大刀阔斧，而且就国家政府之间的强力查缉，其实就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听到的这些消息，就是当中国政府在全力查缉，把中国原先是最大的诈骗集团，从泰国一路从柬埔寨查到泰国，查到缅甸，不断的在清理之外，可是其他的国家、其他的诈骗都没有政府强力介入，而就使得柬埔寨依然还是个诈骗的非常严重的巢穴，而这巢穴我们看到这次就是韩国这个男生的例子，以及那么多这个诈骗，你看这些护照的诈骗里头好多都是印尼，包括马来西亚的部分的护照在这里头，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实质。柬埔寨还没有消失，包括台湾我们录影的昨天才刚刚又有一个台湾的年轻人长期做诈骗被移送回来了。我比较好奇的事情是，报道已经这么多了，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会被诈骗去到当地？干哥怎么看？思敏，我现在就要来帮你解答这个问题，因为一般人都会想说，怎么可能呢？全世界都很注意诈骗问题，对不对？世界各地都发生了相关的案件，而且都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什么这个南韩的大学生，普信大学生，他只有22岁而已。照理讲的话，他也会有他的父母兄长告知。好，现在我为各位解答谜底，就是因为这个大学生是被谁骗的？他不是看电视，他不是看网络消息，他就是被他的学长骗的。以人对人1对1的方式，他们是一个架构，他们是一个体系，也就是说。不管从金边或者从缅甸的 KK 园区所发展出来的所有诈骗模式，你都会认为说是一种旅游或是工作的一些诱饵诈骗。现在不是，现在对人1对1的直接说动你。为什么？我是学长，我怎么会骗你呢？这位普信大学生，我先讲一下他的背景，他的家境非常的穷困啊，他在中清南道的大学啊。念书，但他来自比较贫苦的庆尚北道，所以他父亲是送货的，开货车的，20多年来培养他长大，他一直想要赚钱。好，学长，这个学长姓洪，好，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你跟我一起先去柬埔寨参加博览会，好，叫做就业博览会。
哦，有就业博览会，你去那边，我可以告诉你，在当地马上就可以就业，短期工作，而且保证收益很好，他就相信了。他是这样的情况之下，跟着洪信学长到了柬埔寨。可是他一到柬埔寨，你知道吗？除了金边机场，还有现代化的感觉，但是马上就陷入了山路崎岖啊，然后完全是没有一里平路的那种颠簸的环境，一直到哪里呢？你以为到西港吗？没有那么先进。到了有一个地方叫做博歌山的地方，博歌山是什么地方？距离西港大概有15公里远。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一个以前在法国殖民的时代的一个很繁华的就度假胜地。可是从西方人离开之后，马上就被荒废了。荒废到现在，柬埔寨依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进步的国家，它才会容许犯罪集团把这个博歌山的这个山庄重新粉刷一遍，然后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另外一个 KK 园区。也就是说，所有变成猪仔、被绑架而来的这些人，如果你不参与我们的诈骗这个体系的话，那你一定会挨到毒打。然后我特别去了解了一下，为什么这个普信大学生是韩国籍？大家要注意到，我们都有听过各国籍的人被骗，但是韩国籍恐怕很少听到。没错，为什么很少听到？因为那是诈骗集团，国际诈骗集团还没有开发的，算是处女地，在这2年才开始开发。而且在这2年，从2020年只有4件，到了2023年飙到220件，到了去年2024年底到了330件。我现在所讲的是被控制报案，然后后来有能够得到解决的。这个普信大学生为什么没有能够生还的回来的原因，是因为目前柬埔寨警方的讲法是说，据他们了解，因为人都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但是听说他反抗，后来他接受了，他说好，我来帮你们骗我自己的同胞韩国人啊，但是在于酬劳的分配上面，目前听警方的说法是这样。说有一笔123万台币，相当于接近5000万韩元的那个金额，普信大学生交代不明，交代不清。家属不能同意啊。家属说，我的儿子怎么可能会去参加诈骗集团？但是后来这个普信大学生他被绑架之后，的确有这个要求的赎金的电话，是由什么？是由一个具北韩口音、朝鲜口音的歹徒打电话、越洋电话到庆尚北道的这个普信大学生的家里，然后跟他的这个父亲说，你要准备5000万韩元，所以大家就可以 match 起来说，他被要求的赎金跟那个诈骗集团说。他可能侵吞了我们的一笔款项，那个金额是 match 的，所以造成了说今天这个惨案，因为韩国人在海外，尤其是像柬埔寨这种东南亚国家，遇害的案例非常少，所以引起连总统李在明都非常的关注，而且被议员臭骂，为什么世界各个国家、东南亚周边国家都这么的关心国民被诈骗的问题，韩国一直没有，但韩国没有警觉心。到现在，你才要派外事专业警官到柬埔寨去，到金边去帮忙协调这些问题。所以说，李在明也是一脸的鼻子青啊，一脸的红。为什么？因为被骂的真的是，坦白说，他们的反应是慢了许多。因为周边国家这么多惨痛的经验，韩国人到现在才刚刚开始受到这样的毒害。所以对于他们自己国内本身的舆论造成很大的波澜。那我相信，在这个柬埔寨或者是缅甸等地的诈骗集团，现在已经开始会朝像南韩跟北韩像这样子的从来没有发展过的地区下重手。所以一定要告诉各位说，在这些地方的侨胞们也要特别的小心。好，谢谢干哥。地缘政治，内中之战。
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